洋葱是痛风加速器，医生控制尿酸应少吃这三物，早知早受益。痛风作为近年来困扰着多数人的不治之症，反反复复折磨着痛风患者，一旦发作，痛不欲生，不仅严重影响日常生活，并且还会造成机体一系列的损害。由于现如今物质生活的丰富，餐桌上充斥着大鱼大肉、山珍海味，城市的夜市常常杯盘狼藉，年纪轻轻就患有痛风的人也变得屡见不鲜。小陈就是一位饱受痛风的年轻人。小陈今年22岁，是一名大学4年级的在校生。大学坐落于沿海城市，小陈在4年大学生活中常常混迹于各种同学聚会，加上优渥的家庭条件，海鲜、啤酒早已成了他的家常便饭。但八珍玉食的饮食方式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强壮的身体，反而在临近毕业时，小陈出现了多关节疼痛的症状，皮肤色泽呈红色，皮温升高，关节有肿大的征象，并且在食用洋葱时会加重这种疼痛。小陈忍受不了关节处剧烈的疼痛，立马到医院进行挂号治疗。医生在询问了小陈的病史之后，怀疑小陈罹患了痛风，建议小陈进行血常规、血常规等检查。检查结果显示，小陈的尿酸值处于一个相当高的水平，即为高尿酸血症。从检查结果上印证了医生的猜想，痛风性关节炎。虽然大多数人对痛风较为熟悉，但并不知晓尿酸对于痛风的意义。尿酸和痛风有何关系？为何尿酸高可以作为痛风的诊断依据之一？而小陈为什么在食用洋葱后疼痛加剧？难道洋葱是痛风的加速器？关于这些问题，我们会一一讲解。1. 尿酸和痛风的联系。想要知晓尿酸与痛风的联系，就必须了解到痛风的发病机制。痛风最显著的临床症状即为关节疼痛，大多数患者也是由于忍受不了关节的痛而选择到医院进行就诊，从而确诊了痛风。痛风性关节炎常常出现在膝盖、脚踝等重要关节，严重情况下甚至会让人走不了路。而痛风性关节炎的罪魁祸首就是关节内的尿酸盐结晶。关于这种尿酸盐结晶是如何产生的，又牵涉到身体的一种物质的代谢嘌呤。嘌呤，一种机体内的代谢物质，是嘌呤核苷酸合成的原料，后者是 DNA 和 RNA 的重要组成成分。而 DNA 和 RNA 作为所有生物的遗传物质，导致了嘌呤广泛存在于大自然界中。如动物内脏、肉汤、海鲜都含有大量的嘌呤。俗话说，病从口入，日常饮食中高嘌呤饮食容易导致嘌呤摄入过多，而产生过多的嘌呤代谢产物尿酸。正常来说，尿酸需要经由肾脏滤过，进入尿液，成为人体代谢废物而被排出。但当尿酸水平过高时，超过了肾脏的代谢水平，肾脏没办法排出所有的尿酸，不仅对肾脏功能造成损伤，过多的尿酸驻留在人体中，也会导致血尿酸水平升高，也就是痛风患者表现在检测单上的尿酸过高。机体无法排泄的尿酸会在关节处沉积，并形成尿酸盐结晶。大量尿酸盐结晶沉积会形成使关节肿大的特别明显的痛风时，尿酸盐结晶还会刺激关节腔内，从而导致滑膜炎，是一种关节腔内的炎症。而炎症最主要的特征可以概况为红、肿、热、痛。痛风所导致的滑膜炎最明显特征的就是患者痛得死去活来的，并且这种痛是从内到外的，关节处皮温还可能会有升高，在浅表也找不到伤口，没办法通过改变体位来缓解，大大限制了关节的活动，因而痛风患者通常连走路都没办法做到。尿酸还会沉积在我们的肾脏，久而久之，肾功能也会受影响，甚至会发展为肾衰竭，晚期的尿毒症会大大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。至此，我们得以将嘌呤、尿酸以及痛风的关系联系起来，也可以明白防治痛风最重要的一点，管好自己的嘴。2. 通过饮食来控制尿酸。对于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，严格控制嘌呤的摄入，即少吃高嘌呤的食物，可以极大的防止痛风的发生。而对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来说，不仅要避免高嘌呤的饮食，还要注意保护肾脏，少吃不利于肾脏代谢的食物。近年来，民间有传闻表示洋葱是痛风的加速器，这种说法也让部分群众相信洋葱会诱发痛风，从而不敢过多食用洋葱。小陈也在食用洋葱后加重了关节痛的症状。
而想要知晓这种说法是否准确，就需要对洋葱有科学的认知。按照前文所描述的痛风的诱发因素来分析。首先，洋葱是否是高嘌呤的食物？通过查阅资料，我们可以得知，每100克洋葱的嘌呤含量仅为 3.5 毫克，相较于小于50毫克的低嘌呤食物标准来说，并不能算作是高嘌呤的食物，甚至富含多种维生素和膳食纤维，不仅不会升高尿酸，还能为机体补充所需营养。其次，正常食用量的洋葱也不会损害肾脏功能，不会影响到人体尿酸的代谢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洋葱具有一定的辛辣刺激性，痛风急性期的时候需要避免此类食物的摄入，以免加重病情。但是综上所述，洋葱是痛风加速器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。想要避免痛风的发生，需要听从专业的建议。医生提醒，控制尿酸应少吃这3类食物，早知早受益。1. 高嘌呤食物。高嘌呤食物的代表有肉汤、海鲜、动物内脏。这类食品在生活中都非常常见，适量的食用并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损伤，但长期饮食以这类食物为主时，会累积身体的尿酸，当超过肾脏的排泄能力时，就会造成尿酸的堆积，从而引起痛风。因而在生活中要避免长期高嘌呤饮食。常见于像小陈这样的居住于沿海城市的人。虽然沿海城市海鲜种类繁多，营养丰富，但也要注重均衡膳食。虽然现今社会物质条件优渥，每顿都吃海鲜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，但这样的饮食很容易就会有痛风，这也是当今痛风越来越年轻化的理由。2. 高盐食物。有些重口味的人也容易的痛风，这是因为重口味常以高盐饮食为主，而摄入过多的盐分容易诱发高血压，损伤到血管，而肾脏就是一个密集的毛细血管丛。高血压的患者往往肾功能也会有影响，并且高盐饮食的人也容易口渴，一次性喝太多的水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。二者综合的结果下就是肾脏容易受损，而导致肾功能不全，影响尿酸的代谢。这也是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为何更容易导致痛风的原因。因而对于痛风患者来说，提倡每天多次少量的饮水，总量不少于2000毫升。这样的喝水方式有利于尿酸的排泄。3. 酒精。我们常说啤酒加海鲜是痛风大餐，是因为不仅仅由于海鲜所含有的嘌呤含量很高，啤酒也会导致身体尿酸增高。酒精在体内会代谢生成乳酸，而乳酸中所含的伽马羟丁酸与尿酸的代谢途径相同，乳酸的增多也竞争性抑制了尿酸的代谢，从而导致身体尿酸代谢障碍，尿酸排泄率降低而尿酸堆积。痛风患者禁酒是必须的，而对于正常人来说，不喝酒或者适度饮酒也是防止尿酸升高的方式之一。另外，控制尿酸水平不仅仅需要在饮食上下功夫，生活习惯方面也十分重要。尿酸的代谢本质上是机体新陈代谢的一种，反映了机体的代谢水平。因而生活中提升机体代谢水平的方式都是有利于尿酸的排泄的。比如，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，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机体代谢紊乱，影响各器官的功能，最终导致代谢废物不能及时的排出体内，造成机体的损害。又如，日常生活中有坚持运动的习惯，也会促进机体新陈代谢。久坐、长时间卧床都会使机体血液循环变缓，从而影响尿酸的代谢，导致痛风加重或是增加罹患痛风的风险。3. 总结。目前来看，痛风已经不再是属于中老年人的专属了。生活中像小陈这样的20岁出头就患有痛风的年轻人也不再是少数，常常有喝酒吃海鲜的痛风大餐习惯，尿酸水平一定是很高的。出现痛风的症状也就是时间问题了。而最后的结局就是小陈因为尿酸水平控制的不太理想，最喜欢的海鲜也不敢吃了，平常生活中还要减少洋葱等刺激类食物的食用，特别是在痛风急性期。如果一开始知晓痛风的危害，他一定会管住自己的嘴。而对于我们正常来说，痛风可以很近，也可以很远。对于均衡膳食的人来说，很难出现尿酸代谢紊乱导致痛风的情况，而对于不控制饮食的人来说，痛风的出现也只是时间问题。总结来说，高尿酸是出现痛风的关键。
而高嘌呤饮食又是出现高尿酸最主要的原因，因而避免高嘌呤的饮食就可以大大减少痛风的发生。加上较为科学的生活习惯，可以少受很多身体上的折磨。